人鱼公主因为王子而上岸，不料对方是妈宝，她立刻离开皇宫。公主拿声音和海巫换双腿，不料合约书没看仔细，被海巫诈骗300万。一只阔鱼变成了英俊的男子，他偷偷跟着上岸，眨着水灵灵的眼睛，对公主说：“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”公主虽然不能说话，但她在海底踢足球练出了腹肌，力气非常大。法律治不了跟踪狂，但脚可以。什么阴暗鬼畜病娇绿茶男暗恋我？先看看我的脚喜不喜欢你。海底世界神秘莫测，平均深度3680公尺，有阿莫加三轮车的1936.8倍纳摩掌。这儿的景色和陆地的森林不同，没有蝴蝶最爱的花丛、翠绿的杉树，更没有毒蘑菇。放眼望去，尽是个是水生奇花异草、无边无际的珊瑚丛与热爱跳草群舞的快乐水草。小丑鱼正躲在海葵中，因为他跟邻居海马为了离婚的问题闹得十分不愉快。就在昨天，海马先生嘟着嘴说：“你说要离婚啊，小孩怎么办？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在我肚子里成长。”小丑鱼生气地回怼：“为了生小孩，我都变成雌性了，孩子当然归我。”而母胎单身的八爪章鱼显然没有这样的困扰，它自由地在海石洞里来回穿梭，带动海洋滚出一道道波纹。雄伟的亚特兰提斯宫殿建造于海底中心，是人鱼族居住的地方。丰富的矿物质培育出丰盛的肥美植物，随波摇曳。那座黄金宫殿周围布满水草，花团锦簇，再加上人类带来的各种指南针、望远镜、船锚和沙漏，可说是琳琅满目。包括一张陆地的航海地图，被男爵添加了防水的外壳，像奖状似的挂在大厅门口。来来往往的人鱼们都会自嘲一下：“你看，我们族的历史学老师上课都在摸鱼，还没有人类冒险家认真。”虽然讲是这样讲，大家却能够理解历史学老师。毕竟上课时一堆可爱的鱼在你身旁游来游去，谁有办法忍住不摸？就算来的是海豹宝宝，那也超萌的好吗？宫殿的主殿里住着海王与他的7位公主。海王与妻子分居多年，陪伴他的只有7位女儿。其实也不算分居，可王后像一阵自由的清风，一年365天之中有360天都在国外旅游。他们相隔异地，仍每天保持联系，用贝壳煲电话粥，一聊便可以聊上半个钟头。海王跟妻子聊天的内容着重在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，和分享7个女儿们的近况。而王后则会讲述今天她观察到几艘渔船，研究了哪些沉船上的宝物。其中年纪最小的人鱼公主谭朵，性格特别活泼好动，总是为皇室带来许多惊喜。比如一口气吃掉190只淡水的鲟鱼和长臂大虾，让驼们险些变成保育类。再比如玩体育竞技短短半年，就撞坏了竞技场的12根柱子。是惊吓，不是惊喜吧？可怜的国王陛下，螃蟹执事用钳子拍拍国王苍老的背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的女儿无论做什么都是最可爱的。”国王还在逞强，揉了揉眉心，试图用乐观态度催眠自己。老婆不着家，小女儿像凶猛的野兽。唯一令国王感到庆幸的是，他生活在海底，整片东海域都属于他的管辖地。当谭朵闯祸时，他可以很快地收到骑士们传来的消息。小美人鱼武力惊人，成年后她参与亚特兰举办的冠军队伍，可获得免费吃陆地套餐10张足球比赛，独自单挑11位圣骑士们，令王国的护卫队惨败。某次出海游玩，在风暴里遇见了送蛋糕的货船，身为吃货的他义不容辞去拯救蛋糕，谁料恰巧碰上海盗挟持王子，便顺手救了那位手无寸铁的男人。王子被他帅气的英姿迷得头脑发昏，屡屡邀请公主至他的皇宫游玩。王子说：“沉鱼落雁的美人啊，我能否有幸与你一起共进晚餐？”年方28的谭朵犹豫不决，试探般地问：“你们家的桌子大吗？几个人一起吃饭？倘若你介意的话，当然可以平退下人，就你，我和皇后享用那50盘佳肴。”王子回答。听到有那么多盘菜，谭朵十分心动，喜极而泣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。他吞咽掉泛滥的口水，尽量摆出镇定的样子，优雅地给王子答复：“那么明日午时约在西海岸线。”甚好，我会请母后好好准备的。男人点点头道。就这样，
他们约定好在陆地见面。既然要上岸，就得想法子在陆地上行走。公主游啊游，来到了她的秘密基地，一艘古老的沉船中。这好像是某艘撞到冰山的船，名字叫巧达你好还是拿铁芋泥来着？忘记了。轻轻请睡着的海蜘蛛移开四肢，公主悄悄将宝箱移到沉船外打开。宝箱中放着一串串五光十色的玻璃珠和闪闪发光的金币等，都是公主从其他沉船挖来的珍藏，承载了所有童年时的梦想。用这个做2根拐杖，代替双脚如何？她扯下俩旗杆，拿起来看了看，研究一番，又想到另外2个严重的问题。她苦恼地自言自语：糟糕，尾巴的鳞片长期离开水，也许会干裂。啊，还有鳃得罩起来，我可不想得鳃炎。谭朵坐在甲板上苦思冥想，怎么也想不到解决方案，只好抓住路过的鲸鱼爷爷，向他请教。好孩子，你为什么想到陆地去呢？鲸鱼爷爷问。他即使年老，但好奇心不老。我想看看陆地上那些新奇的东西，成为一个勇敢的冒险者。公主回答。鲸鱼小幅度地摇头，说离家太远，国王会担心你的。即便鲸鱼控制住力道，小公主依然被他摇头搅乱的海流冲走。她急忙按住海中凌乱的秀发，大声说，其实我是去找王子，他想跟我吃饭。每次面对老一辈的长辈，只要谈到谈恋爱话题，他们就会十分感兴趣。一旦产生兴趣，就特别好说话。果然，鲸鱼爷爷闭上眼，感叹道，好青春啊，爷爷老了，只能劝你们年轻人要好好珍惜缘分。去吧，孩子，趁你还有力气去爱。谭朵本来想说我奶奶86岁也在跟偶像剧男主谈恋爱啊，恋爱不限年龄来反驳，但想想还是算了，鲸鱼爷爷恐怕更喜欢独自生活。您是否有认识厉害的工匠，可为我做一双腿、一个面罩和一个浇水器？公主向爷爷问。须臾，鲸鱼爷爷才慢吞吞地开口，工匠们不会赞同人鱼去陆地的，因为那里非常危险。但往西游10里，到王国边际的海石溶洞里，有一位专门替生物实现愿望的海巫，说不定他会帮你。希望像雪地里的阳光那般明媚，照进了公主绝望的心。她开心的后空翻，又接连做了几个神龙大摆尾，才平复下来。海底的微生物随波逐流，有如蒲公英那般流浪他乡。公主带上包袱，游了整整1天1夜，才抵达爷爷所说的神秘地点。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，主要生长着高大的木本植物，其次是丛生的藤蔓，蜿蜒伸向溶洞。各种各样的寄居蟹、海蜇、电鳗散布在柔软的沙滩上，将海底装扮成美食夜市一般，随时皆可享用在地美食。头顶的上方有半透明的水母飘荡着，因光线照射产生光彩，恰似仙女撒下的鲜花。海底资源是如此丰沛，连海巫住的洞穴皆这般生机蓬勃。公主欣赏完外面欧洲田野风格的装潢，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只有小矮人高度的石门。那石门矮得离奇，谭朵艰难地弯下腰，托着腮开始头脑风暴，想着待会该如何进屋才好，应该不至于会卡在门框上。不好意思，那是我家狗狗的房间。一道纯净的嗓音自头顶传来。你好，巫师。公主抬头仰望那位男巫，表情有些窘迫。男巫拨了拨刘海，温柔地自我介绍：你好，贵客，我叫绿茶，可以称呼我为泡泡。为什么是泡泡而不是叉叉呢？谭朵忍不住好奇问。狭长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她笑弯了眼，恍如皎洁的明月。她以食指抵在唇中间，用耐人寻味语调问：天真的贵宾，容我提醒您，您在这里的所有交易都是要付款的，其中最为贵重的交易之一便是情报。给你。公主豪气地拔下水晶耳环，放在海巫的木柜上面。男人眼里有些震惊，随后满意地收下耳环，戴到她白皙的耳垂。他侧过身，邀请公主进门，并解释道：因为绿茶要泡开了才会好喝，烂透了，奸商。还以为有什么劲爆的八卦可以听。谭朵沉下脸，初次体会到社会的残酷。绿茶，东南一带手艺最佳的海巫妖，因为帮助了百岁乌龟返老还童而名扬海底。她生得清秀，五官立体，柳叶弯眉，朱唇皓齿，令众生物难辨雌雄。大概是从阔鱼化成妖的缘故，
它能够自由转化性别。目前它比较常用的是男性外貌，或是老态龙钟巫婆，因为年轻女孩独居太危险了，容易被坏人找上门。一进门，吕查便贴心地替她拉来一张摇摇椅，并端上热蜂蜜柠檬请她喝。听闻你制药的技术不错，且来探视一番。公主捧着温暖的水袋，矜持地说。出门之前，姐姐们有特别交代她，跟狡诈的商人交易，绝对不可以提早暴露你的急切，要先假装没有要买，才能用合理的价格获取东西。南屋接待过各种奥客，经验老道，客人一进门，他就能够猜到今天会收到的委托金额。这位身穿华服，挂着银项链和钻石手镯，还以丝绸编织防水布的人鱼，来头肯定不小，起码是自爵以上的位阶。他的预算肯定是150万起，跟平常那些口袋里只装铜板的平民不一样。海巫弯下腰，恭敬地朝公主行礼，说：恭迎贵宾大驾光临寒舍，这儿只有小的，便由我来为您介绍。不需要，时间宝贵，我只想检测一下你们家的药水是什么做的，味道好不好？谭朵制止了南屋长篇大论，说：那里有特殊的液体，他回答。顺着海巫的指尖看去，有一道清澈的涌泉自洞壁上的小口流出。海巫用那些水调配出来的药剂，即使敞开瓶盖，也不会随着海水飘走。至于味道，只要支付足够的金币，您将会得到完美的解答。说着，海巫搓搓手指，比了一个象征钱的符号。除了贫穷的人类，谭朵这辈子还没遇过这么渴望拥有金钱的海底生物。他习惯下意识地同情弱者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掏出仅有的2枚银币，放到天然大理石打磨而成的小圆桌上。你喜欢什么味道？南巫问。鲟鱼、鲈鱼、烤虾、巧克力和牛奶。公主说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她反问道：我回答了你的问题，你是不是也要给我东西作为交换？吕查灿然一笑，摇头道：亲爱的贵客，您没有营业执照，从事贸易是违反纪律的。行，你给我记住。谭朵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男人不动声色地取下一罐巧克力牛奶粉，缓缓加入热水泡开，接着转身面向公主，贴心的服务。别生气，来，喝点你最爱的饮料消消火。现吕查没有拿出契约书，还在跟他打哈哈，令他有些着急。谢谢，但是只剩这枚金戒指能给你，考虑一下，不然我就去找其他海巫。公主表情防备地说，她已经被坑太多次了。Looking my 真诚的 eyes。 收，哪次不收？不收肯定是因为还不够多。立刻为您奉上功效最好的药水，美丽的小姐，她恭维道。吕查聆听完小美人鱼的请求后，他从防尘柜中取出一张羊皮纸，放到大理石桌面。签完，马上开始做，他说。眼看时钟已经指向11，距离公主和王子约定的时间只剩半个时辰。公主谨慎地询问，能附赠把我立即送到海岸的一条龙服务吗？男人眼神闪烁，僵硬地回应，当然。见他似乎不是特别有信心，公主质疑道，你做不到吗？他的手一读，须臾便换上商业微笑，向谭朵保证，当然可以。在契约添加这一项后，谭朵便在羊皮纸上签字。点点萤火在夜明珠下熠熠生辉，围绕着地毯转圈，像是夏夜的萤火虫森林，美不胜收。倒入零散的矿石碎片，金锅瞬间变得光彩夺目，瑰丽无比。吕查从角落掏出一个巨大的汤匙，在海水中晃了晃清洗，接着便大力搅拌起那口锅。沸腾的水流咕噜咕噜，一锅黑暗浓汤料理诞生。来一口，男人说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公主着急地表示，我想外带。递给谭朵药水时，海巫告诫道，喝下药水后，虽然能获得双腿，但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痛如刀割。公主面有难色，胆怯地问，那还能正常吃东西吗？可以，坐着吃就没问题。吕查答。呼，太好了。公主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海巫又补充说明，此外，你必须得到王子的爱，否则，在王子结婚当天，你就会随着晚霞化作波浪上的泡沫。小美人鱼知道，一旦自己离开海底，将会是一场赌注，但是她可以为了美食牺牲一切。王子年纪轻轻，约莫17岁，应该也不会那么早结婚吧？还有几年的时间，可以吃遍人类世界的美食。
公主被海巫传送至海岸，她刚喝下药水，王子就如约而至。两人比手画脚半天，鸡同鸭讲，王子唯一能看懂的只有公主现在成了哑巴这件事。万分庆幸，他俩赶到皇宫时，晚宴还未正式开始。桌面上摆满八珍玉食，主菜有香喷喷的烤鸡、半只烤鸭、照烧鸡丁、番茄炒蛋、奶油炖饭和意大利面。副餐是白菜肉卷、要炖排骨、香菇蒸蛋和咸蛋苦瓜。点心有南瓜浓汤、米布丁、乳酪蛋糕等等，真的摆了50个盘子。公主食指大动，等王子拿起刀叉，就立刻跟着享用美味餐点。母后，这位便是我在海上结识的公主，她救了我一命。用餐时，王子开心地向皇后介绍谭朵。皇后见女孩始终沉默，安静地不停扒饭，认为对方不太礼貌。她因为一些原因，现在无法说话。王子补充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人鱼吗？皇后不解。王子耸肩，表示他也不清楚，也许真的是如此。人鱼一旦上了岸，就再也无法开口。人鱼虽然可以活300年，却没有灵魂，只会化成泡沫。人类的寿命虽然短暂，但我们有灵魂，能在天堂中得到永恒。所以我希望你离开海里，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类。皇后语重心长地说。公主怔怔地看着皇后，察觉到了异样。曾经姐妹倒霉嫁给一位家暴男的事，在她脑海里掠过。她转头看王子，期望他反驳些什么，然而他没有发表意见，像是默认了这番对话。谭朵当机立断，赤着双脚，把美食往口袋里塞满，就往宫殿外面狂奔。由于意志力极为强悍，即使每踏出一步，脚底刺骨的疼痛都会刺激全身的神经，他依然健步如飞。拜托，他可是当年海底联合运动会在水域足球赛中勇夺金牌的冠军选手，甩开卫兵就和甩开那些防守员一样，小菜一碟，轻轻松松。转眼之间，公主已经消失在迷雾的尽头，跑得无影无踪。男人从黑暗中出现，却满目星辰，毫无力气，他的眉眼似水草，柔和至极。见到熟悉的身影，谭朵有些惊讶，但他因为吃到美食，此时心情正好。毕竟是托了海巫的福，才能品尝陆地料理，他莫必要去探究那些秘密。他从魔法裙子的大口袋中掏出一只被烘烤的香酥脆的鸡翅。吃鸡翅，公主的眼神彷佛这么说。男人摇摇头，瞅拒了垃圾食物，他还在减肥中。他牵起公主的手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她，兴高采烈地说，闹剧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一切发生的突然，但谭朵迅速反应过来，将手抽出男人的掌心，恶狠狠地咬下一口鸡翅。面对公主的排斥，绿茶有些失落，她解释道，您离开后，我沿着您来溶洞的路径走到了黄金宫殿，刚好碰见四处寻找公主的海王陛下，才得知您的身份。好可怕，为什么想要探究顾客的身份？莫非是丧心病狂的跟踪狂？只是担心公主的安危，男人垂下眼眸，将双手背至身后，试图掩盖那因为偷牵到心上人而默默颤抖的手，泛红的脸颊却出卖了他。最好是，那为什么宫殿的圣骑士没有跟着找来？我听你在放假玩。现人鱼公主的眼神犀利，一副爱信不信的样子，海巫不得不使出绝招。他取出羊皮纸，摊开来，楚楚可怜地说，再怎么样，你已经向我承诺，绝对不会跟王子结婚，否则就要支付违约金。什么婚？什么结？啥违约？谭朵低下头，仔细地检查契约书，上面确实签有他的名字，不是仿冒的版本。再仔细一看，条例事项中间似乎多了一行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小到跟单细胞差不多，完全看不清楚。倒是结尾的字写得很大，上面写违约金300万。糟糕，当时他压根没注意到。顿时，手里的食物变得令人反胃。对于一名吃货而言，对食物失去欲望，代表他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喜欢您错了吗？我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过得幸福，别为了爱情盲目牺牲，才出此下策。男人捂住被煽红的侧脸，紧紧抿唇，脸颊划过一滴不明显的泪。大部分海妖拥有倾国倾城的外貌，为了是可以用样貌来蛊惑人心，但是绿茶往往会输给钢铁直女。
打架打输的部分，公主揍了男人一毒，觉得十分解气，幸好契约上没有备注她不能打人，打完就走，更解气。男人喝下随身携带的恢复药水，顷刻伤口便愈合如初。他遥望着公主转身离去的潇洒身影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心如刀割。其实他对公主并非老套的一见钟情，当他还是一只阔鱼时，就经常趴在球门上看谭朵公主踢足球。他一直注视着她，从冬天到夏天，再从夏天到冬天。绿茶爱上了谭朵的一切，她的耿直就像场上的那颗足球，狠狠撞进了足球门；她的坚毅就像竞技场的天花板，柱子没了都不会倒；她的敏捷就像灵活的尾巴，在守备队中来回穿梭。他要用尽所有手段让公主消气，并且让王子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公主。你是谁？斗胆闯入宫殿！来！皇后尖叫道。陌生的外来者忽然自半空中出现，皇后和王子皆吓得不轻。哎，见过皇后陛下。王子殿下，男人恭敬地行了个大礼，说：在下亚特兰提斯总司令泡泡绿茶，代表海王前来与您交涉。一听是海王派来的，皇后倍感喜悦。来，快请坐，我们正愁没人一起共进晚餐呢。她欢快地邀请男人落座。谁晓得，才对谈不到2分钟，和谐的气氛就难以维持。皇后大骂道：放肆！本宫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，自然比你们清楚世界的规矩，就是按照利益来运作的。世上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包括感情。闻言，海巫露出担忧的表情，看着皇后说：那您可能得到救护站抽血检查一下，看肾脏是否还健康。你大胆！女子指着海巫尖叫，像是快被逼疯。偏偏王子殿下就喜欢人鱼，昨夜吵着非人鱼不娶，他目前还打算跟海洋生物保持友好关系。抓住这一个弱点，海巫很是嚣张地继续说：别激动啊，俗话说亡羊可以补牢，现在治疗不算晚，也许肾脏还没坏光。皇后紧握着拳头，新做好的缤纷美甲差点碎掉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吐气。吸气，吐气，她还是没忍住掀了桌上的餐盘，让美味的海鲜散落一地。砰！大门被砸开，门外的护卫队东倒西歪，似乎已经被来人打趴。是公主。她发现绿茶没有跟上她的脚步，于是原路折返寻找，一路寻回皇宫。虽然跟踪狂行迹可疑，但毕竟海底生物都是他的子民，他有义务亲自带回亚特兰提斯，交给总管审理。加上因为打了他，公主有点愧疚。皇后吓得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道：你回来做什么？末了，才后知后觉想起公主现在无法开口说话，有点尴尬。没事的，她好吃好喝地招待这位来自海底的总司令，无论如何，公主殿下也会顾及到礼仪，答应与自家儿子约会几次吧。结果皇后转过头，看见的是海巫浑身上下伤痕累累，瘫倒在嫣红的长地毯末端，颤抖着手想去拿桌面的水杯，又因为隔得太远拿不到，眼里豆大的泪珠直落。啊，好难受，公主，救救我！她虚弱地说。刚刚才坠落至地面的海鲜残肢，如同大战时受到波及的无辜子民。那样的画面是如此的触目惊心，皇后的意识也混乱起来，庞福方才他真的虐打了男人一毒，又严禁他饮水和进食。那一刻，皇后将所有开心的事情都想了一遍，才勉强扯出笑容，摆手向公主解释：本宫什么都莫做，你问问外头的侍卫，就会清楚知道。公主莫听完皇后的话，她3步并2步跑到海巫身边，将那个柔弱的身躯扛在肩上，什么也莫说，就从窗户跳了出去。这闪现的功夫简直和武士的忍术不相上下。人鱼都这般厉害吗？难怪探险家出海总是会莫名其妙消失。皇后抽搐着抬起右手，扶住左边砰砰狂跳的心脏，感到有些后怕。幸好没有发生人鱼集体上岸的情况，人类才能在王国里平安生存。刚跑到海岸，公主就被贝壳绊倒，脚一崴，摔了个底朝天。她肩膀上的海巫因为惯性也跟着翻滚，半身卡进沙滩。谭朵在岸上急得跳脚，环顾四周，确认没人看之后，边跳边脱下裙装。她觉得那些繁复的多层装饰都是累赘，会影响她游回黄金宫殿。一旁的绿茶有些无语，
他根本没被当成男人吧。他无奈地别过头，打了个响指，魔法便将裙装变成了短裤。公主晦暗的眼神瞬间亮起，庞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一般，终于将视线转向了狼狈的男人。他指了指水中的鱼，又摸摸自己的腿。尾巴，尾巴，变回漂亮的粉蓝色尾巴。遗憾的是，男人摇摇头，表示这个不行，改变生物本质的魔法必须透过特殊配方融入血液才可以。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他端坐起身，排掉身上的泥沙，开口轻哼着一首曲子。现在是适合唱歌的时机吗？你的身边总有许多鱼陪，但你会害怕每天的天黑。可是天总会黑，鱼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。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甜蜜而清脆的歌声伴随着海浪声，宛如宁静乡野的午后，外婆带着孩子们在沙滩上散步捡贝壳。听着听着，心里忽然产生了一股抑制不住的渴望，想往那温暖的怀抱奔去。谭朵很清楚这是什么样的催眠术，因为人鱼一族的嗓音也有相同的魔力。这位诈骗惯犯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，打得啪啪响，当事人在面前也不畏惧。他机智地拿起一个海螺，深吸一口气，吹出了不呼两声，音量极大，礁石上的海鸥都瞬间飞到天空。海巫错愕地瞪大眼睛，反射性闭上了嘴巴，像是积累已久的怨气总算找到释放的泄口。公主连着吹响了不同造型的12种贝壳，乐曲的音符有如乘坐云霄飞车，时而高放天际，时而低至尘土。见谭朵玩得不亦乐乎，吕茶回忆起他初次见到公主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好似天地万物皆无法将这女孩束缚。谭朵是薄暮中绽放的昙花，是在蔚蓝天空翱翔的鹰隼，是袅袅而起的云烟，是大漠里漫天飞舞的风沙。他若想独占她，就像把充满野性的狼族首领关在小小的铁笼一样。所以他从来没付诸行动。当公主选择要去与王子共进晚餐，即使再怎么不甘心，他也会任她去做想做的事情。可心是复杂的，贪婪的。他侧着头，歪向左边的肩膀，便能听见风吹起耳环，水晶碰撞发出的细微声音。暗恋了8年的女孩，此刻和他戴着同一副耳环，叫他如何能不贪心？其实我是一只阔鱼，小时候经常和你一起玩的那只，南巫说。他声音小到如蚊呐，却分散了人鱼公主的注意力。其实我喜欢殿下很久了，南巫又说。鉴于对方好像还有话没说完，谭朵翻开了口袋，拿出从晚宴外带的点心吃了起来。我不想公主殿下和人类做朋友，南巫撇嘴道。其实吕茶十分不理解人类，对那些二族生物总敬而远之。人类总是给他取难听的绰号，比如鼻涕虫、无壳蜗牛诸如此类。每次见到人类，我就会想，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丑，丑瞎了他们的双眼，唱歌又难听，才会讨人嫌。海巫说着说着，缩起身子躲到礁石后面，与公主拉开了距离。柔软的发丝紧紧贴在脸颊，再配上那副眼角微红的模样，宛如在宫中受尽委屈，容貌闭月羞花的皇贵妃。莫非之前被这只阔鱼凭一纸契约，差点被诈骗300万，公主也难以分辨出对方的绿茶属性。但她现在哑了，张口只能发出啊呜之类的音节，就算手语比丞相在结印，面对口齿伶俐的绿茶，气势始终弱掉一些。可恶，让他拿声音交换，莫非是为了吵架时不落他下风？现公主闷得像一只鲶鱼，下一秒就快变成河豚。海巫被逗笑了。他说，虽然你无法开口的样子很顺眼，但这2天我也欣赏够了。公主殿下，您愿意用心脏来交换声音吗？海巫指着谭朵的左胸口说。他的笑眼像温柔的暮霭，是云雾缭绕的山间那高挂的淡淡明月，轻易让人心动无数次。而他的狡黠的心思，就像把星星揉碎了撒在法兰绒布上。再深入了解，接触一段时间，拨开他伪装成爱才奸商的外壳，便能感受到他带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气质，眼神温柔，一直清亮如山涧。虽然内心灵魂是搞笑男，还有点病娇似的神经想法，
但起码他除了金钱观以外，其他2观与谭朵十分契合，性格也称得上是互补。谭朵愣了一会儿，看着吕茶的笑脸出了神，宛如陶醉在那专属他的温柔乡，气氛舒适到可以完全放松下来休憩。他能够感受到海巫的心意，还有自己躁动着想破土而出的心。吕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云淡风轻，他没得到答复，紧张的眼神乱飘，坐立不安。见状，公主像是被可爱到一样，心中冒出一朵小巧的茉莉花。她举起双手，比了句我知道，你有办法使我没了心也可以活着，可是你要我的心脏做什么的手语？不是那个意思。男巫跟着怔了怔。公主安静地注视着吕茶，静候下文。海底无风，此刻却像是有清风吹过，捻起了平静无波的心之海岸。我想成为你最信任的恋人，作为你的父母、孩子、好友，或是其他角色，伴你走过一生。他歪头，露出疑惑的表情，似乎没听懂。虽然很是心动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，却不明白这一切和心脏有何关联。他比出一颗小爱心，希望男巫解答。这下子换吕茶看不懂公主想表达什么了，无奈的他将声音归还给人鱼公主。没想到他成功夺回声音后，第一句话便语出惊人。可是阔鱼比较可爱，你不能变回去吗？谭朵说。吕茶，事实证明，即使能言善道，被无语到依旧会沉默。难道真的如皇后所言，难以幸免初恋注定失败的魔咒？公主忽然靠近，眼看额头就快贴到她睫毛，吕茶的心跳猛然加速，小鹿撞得一塌糊涂。她紧张地闭上眼，等待振奋人心的时刻来临。这可是她的初吻啊！如果公主跟我恋爱了，是不是得举国欢庆一下？啪！一个爱的巴掌甩在吕茶的下巴，感受得出公主有收敛力道，否则她现在应该已经飞到九霄云外了。不是，你在逃避吗？为什么要闭眼？阔鱼真的很可爱啊，而且你不必担心我会把你吃掉，书上记载吃阔鱼会中毒，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吕茶，看来这世界疯的不只有他。请问到底是花了多少心思研究食物，才能查到食用阔鱼中毒的案例？晚安。谢谢各位的阅读，有你们陪伴，写这些短文都变得有趣了起来。